你有没有发过一封超诚恳的赖，结果对方已读不回？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有点痛但又超真实的主题，不是失恋，不是考试没考好，也不是被主管刁，是当你拼命祷告，神却一个字也没回的时候，该怎么办？这题够重了吧？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一位圣经诗人怎么在这种神去哪的焦虑里崩溃又重建信心。他不是别人，就是诗篇77篇的作者亚萨。别小看这哥们，是圣殿的音乐总监，职业敬拜主领，专业靠近神的。但你知道吗？连他也有灵性失联的时候。我声音哀求神，我声音哀求神，他必留心听我。第1节，亚萨说的超像你我人生低潮的样子，不是祷告，而是用吼的，不是一句主啊请帮助我，是神啊你有在听吗？你知道你很慌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吗？不是不祷告，而是祷告到自己声音都哑了，还没看到一丝回应。我在患难之日寻求神，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我的心不肯受安慰。第2节，讲白了就是我已经凌晨3点在被窝里哭着举手，主你还没出现，是不是闹失联啊？你有没有试过，当你等不到神的回应，你就会开始问自己一连串让人心碎的问题。我追想神就烦躁不安，我默想更觉悲伤。第3节，哎呦，你以为默想神会让你平静，其实这时候想越多越难过。像不像这种对话？你不是一直说神爱你吗？对啊，但为什么我祷告他都没回？你是不是得罪他了？是不是你不够属灵？我只是觉得很孤单而已，是不是很熟悉？来，我们来看看亚萨的内心 monologue， 保证让你共鸣到飙泪。接下来你看到圣经里最像情绪崩溃诗的一段，亚萨凄怜问神，主啊，你永远丢弃我吗？你不再施恩吗？第7节，你的慈爱断绝了吗？你的应许失效了吗？第8节，你忘记怜悯了吗？你因愤怒就不发慈悲了吗？第9节，这一连串问题翻译成现代语大概是这样，神啊，你还爱我吗？你是不是只帮别人不帮我？我是不是坏掉了，不配祝福？你生我气了吗？所以已读不回。这不是一个信心薄弱者的抱怨，这是一个敬拜主领最深的心灵呐喊。你以为信心就是每天早晨在阳台唱主你真美好吗？不，真正的信心是敢在黑暗中大声问神去哪了。亚萨没有装没事，他没有说神都有他的美意了，这种应付自己的话，他选择面对自己的灵魂，用7个大问号问神，问出一个问题：当我感受不到神的时候，他还在吗？答案在第10节之后会转折，但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因为
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卡在第9节，还没等到亮光，只有问号。信心不是从没怀疑，而是在怀疑中还愿意向神喊出我还想找你。有时候最深的敬拜不是歌声嘹亮，而是哭着问神，你还在吗？如果你也曾经在灵里喊过，神啊，你去哪了？那你不是异类，你是亚萨的同路人。我们下集来看看神会怎么回应这些问号。别错过，信仰的深度不是在阳光里，而是在黑夜中。